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们聊一个超惨痛、超现实且牵涉无数家庭财富的话题。广州楼市真的崩了，不是小打小闹的微跌，是直接腰斩再腰斩。曾经每平方米叫价18000元的房子，如今真实成交价跌到了6000元。你没听错，就是从18000直接跳水到6000。一套最常见的100平方米3房单位，高峰时总价高达180万元，现在只值60万元。一夜之间，120万元资产直接蒸发。这对任何普通家庭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。一线城市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，今天被彻底砸碎了。我们把时间拨回几年前，看看当时有多么疯狂。那时候广州楼市像一列失控的火车，不光核心城区在涨，就连远郊新发展区的二手房也被炒到了每平方米18000元，整个市场的情绪完全沸腾了。所有人都在说房子是稀缺品，再不买就永远上不了车。无数人抢着在高位接盘，生怕错过暴富的机会。可是短短几年，整个市场彻底翻转，同样的地段，同样的户型，甚至同一栋楼的单位，真实成交价直接崩塌，普遍降到每平方米6000到7000元。这个落差恐怖到令人窒息。我们来算一笔最直白的账，一个家庭倾尽所有买下的那套100平方米房子，曾经价值180万。眼下按真实市场价，整体只值60万，积攒半辈子的财富，瞬间就蒸发了整整120万。这个数字不是冰冷的屏幕显示，对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，那是父母几十年的积蓄，那是夫妻俩节衣缩食、日夜打拼透支，未来20-30年背负房贷才换来的一个家。结果一场深度调整，所有心血瞬间化为乌有这种痛，真的入心入肺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最想知道这一次广州楼市大退潮，到底哪些人伤得最惨最凄凉？我们可以把他们分为3类人群，每一类的遭遇都让人不忍细看。第一类是在高位接盘的自住刚需客，这群人是最无辜也是最凄凉的，他们绝大部分是真正相信有房才有家的普通人。在2020年到2021年这个时段，正值市场最癫狂的时期，他们听信了核心资产永远涨的谎言，动用6个钱包榨干了父母和自己的所有积蓄。更要命的是，还背上了长达30年的高息房贷。他们顶着历史最高价，咬紧牙关强行上了车。原以为买下的是一线城市能安居乐业的恒产，转眼间房屋价值腰斩之后再打折，首付款直接跌没了。更要命的是，日子还要过下去。房子虽然不值钱了，可每个月的天价月供1分钱都不能少。这种处境叫进退两难。卖掉房子收回的钱根本不够还银行尾款，等于直接背负巨额债务继续持有，就是每个月拿出真金白银去填补那个不断贬值的无底洞。真正是买楼买出了个定时炸弹，深陷泥潭，完全动弹不得。第二类是在高位疯狂投机的炒家，这批人的结局往往就是直接面临破产。当初那帮投机者极度贪婪，自以为看透了一线楼市的财富密码，他们利用各种首付贷、经营贷，把杠杆拉到极限，一口气囤下好几套房子，打算短期内快进快出，狠狠捞一笔。可他们彻底误判了形势，当去杠杆的浪潮打来，楼市泡沫被坚决刺破，房价瞬间雪崩，现金流立马断裂，那些本以为能大赚的资产瞬间变成了不断吞噬现金的负资产，银行催款的电话，追债的压力瞬间就能把人压垮。很多人实在顶不住了，只能被迫割肉斩仓，最终输到一无所有，甚至直接破产收场。第三类是地产行业上下游的所有从业人员，楼市一崩，开发商的资金链立刻断裂，市面上烂尾楼越来越多，新建楼盘停工成了常态，连带设计院、建筑工人、装修师傅、房产中介、售楼处的销售，相关行业全部遭受重击，大批从业人员瞬间没了饭碗，收入直接归零，整条产业链都步入了寒冬。很多朋友肯定会满心疑惑，这明明是一座顶级的一线城市，为什么跌得比老家县城还要惨？吸纳了几十万人的财富，怎么会一夜之间彻底破灭？这背后有4个无法逆转的深层原因，每一个都极其致命。第一个原因是经济大环境换挡，全民的购买力被严重透支了。过去几十年经济高速起飞，大家的工资年年涨，年终奖越拿越多，自然愿意投资未来，敢于大胆买房。可如今经济告别了超高增长率，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速大幅放缓，大家对未来的收入预期都变得极为保守。更关键的是，过去几年的房价疯狂上涨，其涨幅远远超过了工资增长的10倍甚至100倍。普通人的购买力早就被虚高的房价透支到了极致，根本找不到足够的新增接盘力量去承接市场上的高价房。楼市这趟列车也就自然失去了前进的动力。
第二个致命原因是人口结构彻底逆转，刚性需求大幅萎缩，房价最核心的支撑永远都是人。社会老龄化日益严重，新生人口数量又持续走低，年轻人总量在减少，未来的购房需求必然不断萎缩。更关键的是，新一代年轻人的观念完全变了。以前的人觉得人生必须要买房，有了房子才有家。如今的后生更看重轻松自由的生活方式，他们不愿意被几十年的巨额债务绑住，更不想当一辈子房奴来折磨自己。这种普遍的躺平心态直接抽空了楼市的终极需求。第三个关键因素是国家长期坚持房住不炒的大方向。当年的楼市之所以疯狂，是因为很多人把房子当成纯粹的投资投机品，疯狂炒作，疯狂加杠杆。但如今调控的底线超级清晰，就是要坚决抑制房产泡沫，无论是限购限贷的收紧，还是严查违规融资，再到房地产税试点的推进，都大幅拉高了持有和炒作的成本，叠加的风险已经一目了然。当人们都看清了这一点，房价永远涨的神话自然破灭，大的炒作动力也就彻底消失了。第四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前期疯狂供地，导致严重供过于求。过去10年，各大城市不断大量出让土地，楼市疯狂起舞，尤其是广州的外围新区，密密麻麻全是新建住宅。可常住人口的增速却越来越慢，市场上的新房与二手房越积越多，供给远远大于需求。在这种局面下，价格只能不断往下探，短期内根本看不到任何反弹的动力。最后，我们再聊聊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，那个曾经价值连城的广州1线城市户口，如今还有多少含金量？以前无数人挤破头都想拿一个广州户口，因为户口捆绑着顶级的教育资源、优质的医疗服务和完善的社区福利，这绝对是稀缺资源。可如今时移世易，随着经济下行，就业竞争越发激烈，这些附加价值都大幅打折了。现实就是，现在一个1线城市户口，更多时候只能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实质价值已经大不如前。任何资产都不可能永远只涨不跌，一旦脱离了实体经济，偏离了大众的真实购买力，泡沫终究会被戳破。这次广州楼市的深度调整，给所有迷信房产投资的人上了最珍贵的一课。请不要再盲目迷信1线城市的光环，更不要在冲动之下押上全部身家去赌未来。无论买房还是做任何决定，最关键的是看自身的实际需求，看稳定的现金流，还有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里，现金为王，手握流动性，保持稳定健康的生活状态才是最大的财富。讲到这里，又到了大家发表意见的时间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启发，请把这条分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，也请顺手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提醒，我们会持续为你剖析更多楼市的深层真相与财富逻辑。我们下条内容再见。